从二战结束，时隔近78年，俄罗斯又一次被攻入本土了。就在俄当地时间5月22号晚上9点，乌克兰国际军团首次进入俄边境城市别尔格罗德州，并在短时间内就攻占了俄边境检查站。好家伙，乌克兰这是真的要反攻莫斯科了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在这次进攻期间，乌克兰国际部队中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派出了众多坦克、装甲车，向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格拉伊沃隆市发起进攻。5月22号当天，该军团便占领了该市的格洛托夫区，并攻占了其市政府办公大楼。同时还有消息指出，这次突击行动期间，可能还有直升机、火炮等重型装备参与了。此外呢，在该州的德罗洛夫卡、舍别基诺等4个方向也都有不明部队攻入了俄罗斯境内。目前该州多地都正处于激战中，对此俄政府也已经下令别尔格罗德州进入到反恐紧急状态。同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向外宣称，乌军国际部队已经进入到俄境内，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当地俄军进行反击。佩斯科夫还表示，是乌克兰的入侵行为，是对此前俄军占领巴赫穆特的报复。而经过一系列的发展，目前呢，交战双方都已经派出了装甲部队和重炮兵，俄军甚至出动了 K-52和米8等陆航直升机。自由军团则是派出了众多无人机。在这期间呢，俄军宣称已经在格拉伊沃隆方向摧毁了自由军团的2辆主战坦克。自由军团呢，则是宣称击落了一架俄军的米8直升机，并且缴获了一辆俄军的 BTR-82A 装甲车。现今该车已经被运回乌克兰境内。不仅如此，该军团还宣称已经控制了格拉伊沃隆区域的一座俄军军火库。最重要的是，自由军团还声称在该军火库缴获了一枚俄军的战术核弹，但是该消息后续遭到了俄军方的否认，声称该军火库的战术核弹早已经被转移至其他区域。但是大兵查阅信息后发现，在自由军团进攻该军火库期间有着明显的目的性，因此呢，不排除是缴获了战术核弹的可能性。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这是要在俄本土放烟花吗？基于这次袭击事件，别尔格罗德州当局正在紧急撤离该地区的俄民众，其中通往莫斯科方向的交通线上一度出现了与此前部分动员令类似的现象。此外呢，俄政府对于这次事件还声称，参与者可能还有乌军和英军的特种部队人员，甚至就连美国也提供了相关支持。对此呢，乌克兰官方向外表示，这次事件是由俄罗斯自由军团全权发起，乌军并没有派遣军队或者破坏小组介入其中。同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也声称，这次行动归咎于2个准军事团体，即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而非乌克兰军队。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俄罗斯公民承担，特别是这2个团体。不仅如此，乌克兰方面还宣称这2个军团属于独立组织，这次行动只是为了反抗俄总统普京的政权。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还表示，欢迎持反对意见的俄公民采取果断行动。此外，未来乌方面还将计划建立一个安全区，因此保护乌公民免受到俄军的跨境攻击。对于乌官方的说法，俄罗斯自由军团也公开发表相关声明，算是承认了以上观点。不过呢，俄政府好像并不相信此说法，为此还提供了这次袭击事件中参与战斗的一个乌军特种部队指挥军的名字和照片，并且公布了俄军无人机拍摄的乌国际部队立下装甲车进入到俄境内的视频。而关于这次自由军团入侵的人数呢，俄战地指挥官声称，该军团在格拉伊沃隆方向的部队大约有1个加强营，另外有1支坦克分队，目前交战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同时，在别尔格罗德州的边境地区，乌军似乎已经集结了约2个旅的兵力。为了必要的防备，俄军已经出动了米26直升机，紧急向该区域增兵。现今根据俄官方公布的消息，22号潜入别尔格罗德州的破坏小组中，已有39名作战人员被消灭，另有数人被俘。另外呢，根据塔斯社的报道，俄内务部还对外发布了一份对一个名为阿列克谢列夫金的男子的通缉令。报道称，他也是这次潜入破坏小组的成员之一。不过呢，讲了这么久，俄罗斯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其实关于这2支军团啊，网上并没有太多的相关信息。能知道的是，俄罗斯自由军团早在2022年3月就已经成立了，
现今是乌克兰武装部队下属的一个俄罗斯人志愿者军团，其成员呢都是俄军叛逃者、俄境内反普势力和白俄罗斯志愿者。现今规模大概是有2个营，具体作战人数未知。需要注意的是，此前俄境内的许多袭击事件似乎都有着自由军团的影子。从去年的克赤大桥遭袭、远东飞行基地遭纵火，到今年的圣彼得堡咖啡馆爆炸事件，背后呢似乎都能找到该军团的身影。不仅如此，虽然5月4号的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至今还没有最终的确定细节，但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期间有俄境内人员参与。再加上机器在俄远东飞机制造基地附近，俄军发现了有可疑无人机抵近侦察，不排除也是自由军团所为。此外呢，经过这次别尔格罗德州的事件，俄国内的反对情绪似乎达到了高潮。期间呢，俄罗斯自由军团还通过当地的电台滚动播出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不惊扰市民，市民也不要抵抗，该军团要为俄罗斯和俄公民的未来自由而战。这导致俄社交媒体上开始大量出现自称自由俄罗斯的成员。为此呢，俄当局不得不重新核对别尔格罗德地区的公民身份和背景。与此同时，还有消息传称，俄罗斯自由军团成员进入该州之后，可能会换成便装，携带武器，默默潜入莫斯科等内陆地区，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发动袭击。由于其成员大都是俄公民，因此在俄境内几乎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其实对于以上情况呢，早在此前3月份，前顿巴斯国民军的事实缔造者俄安全局前中校吉尔金就曾公开表示，再打下去，俄将会爆发内战。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他的担心似乎并不多余。至于另外一个俄罗斯志愿军团，大兵查阅资料后发现，该军团的信息呢比自由军团还少，只知道它是在2022年组建的，具体月份未知，人数未知。目前隶属于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军团。与自由军团不同，该军团的领导层不依赖于被俘或者投诚后加入军团的前俄军人员，而是主要来自于移居乌克兰的俄罗斯右翼人士。其目标呢，不只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更是自称对俄当局不满，要解放本国，还曾宣称要用白蓝白取代现今俄罗斯的白蓝红3色旗。大家可不要小看该旗啊！早在2022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人在叶卡捷琳堡、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高举该旗进行反战活动，一度成为了俄境内反对这次战争成员的标志性符号。大兵查阅资料后发现，该旗的历史非常悠久，甚至能追溯到公元859年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志愿军的成员似乎与其有着隐秘的联系。不过呢，这一次的2个军团为何突然要袭击俄本土呢？关于这个问题，大兵有以下几个猜测。首先，别尔格罗德州作为现今俄军支援前线战场的重要物资聚集地，如果能将其占领或者陷入混乱，必然能切断俄军通往乌东前线的运输动脉，进而极大影响到战局本身。如此一来，顿巴斯和巴赫穆特区域的俄军甚至有可能因为后勤资源问题而不攻自破。其次呢，这次之所以会选择别尔格罗德州，可能是为了尽可能的扰乱俄军的部署，使其首尾难以相顾。如果选择挽救别尔格罗德，就势必要对兵力部署做出一些调整，如此一来，前线乌军的压力就会小了很多，也能有更多的心力去准备后续的大反攻的事项。另外呢，说起这次袭击，大兵不禁想起在上个月8号，乌军炮兵部队也像这次一样炮击了别尔格罗德地区附近村庄的一个俄军基地，此地距离乌边境仅有 1.3 公里。炮击过后呢，乌克兰方面向外宣称，这次越境炮击行动是预防性的，目的是阻止俄军从该阵地出发进攻哈尔科夫。毕竟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别尔格罗德一直是俄军进入乌境内的主要前进基地，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俄军部队和武器弹药等各类物资，因此1年时间里屡屡遭到乌军的袭击。但是呢，此前乌克兰从未承认过任何袭击行动，而本次炮击属于首次。或许就在那个时候，这2个军团呢就在策划这次行动了。至于为何一直是别尔格罗德受袭，大兵猜测原因可能是在去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后，乌军虽然夺回了哈尔科夫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反攻中，俄乌边境线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基辅禁止乌军跨越边境进入俄境内，
即便有乌军部队在追击过程中意外进入，也会在意识到问题的第一时间撤回到乌境内。可以说，这道俄乌边境线几乎相当于俄军的保命符，只要跨过边境线返回俄境内，就能摆脱乌军的追击。当时甚至发生了顿巴斯民兵由于不是俄公民而被禁止跨越边境的尴尬问题。现在看来，乌克兰似乎正有意解除乌军头上的这道紧箍咒。虽然4月8号乌军并未进入俄境内，但是已经开始炮击比尔格罗德的俄军部队了。对于乌军来说，比尔格罗德有太多诱人的猎物了，比如说俄军集结地、军火库、油库以及调度中心等等。未来乌军完全可以使用远程火炮、海马斯火箭炮或者美国提供的 GDAM 卫星制导炸弹等武器，对这些目标进行大肆收割，算是乌军刷战功最快的方式了。而这次2个军团直接进攻该地区，或许就是那紧箍咒已经没了，正在尝试性的进行反击，为后续的大反攻积累一些战术方面的经验。总结来说，这次进攻比尔格罗德州将进一步提升乌军的信心与胆气，同时也让俄军意识到了如今的乌克兰再也不是只能防御了。那么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是否意味着乌军即将吹响反攻的号角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